传说在古希腊的神话里，有个民族住在北极的一个超级酷的地方，不仅永远都是温暖和阳光明媚，还被称为北方乐土。随着人们在北极地区的远古遗址中发现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在北极里找到这个超乎想象的乐园呢？现在，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这个失落的天堂，探索它的奥秘和宝藏吧。在开始之前，请帮我按赞、分享及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的鉴定报告哦。各位异界搜查官们，大家好，我是一项鉴定师艾伦。今天我们要来鉴定一下，究竟地底天堂是否真的存在呢？19世纪末，波士顿大学的老校长威廉·沃伦写了一本超神秘、超有趣的书，名字叫《北极发现的天堂》。这本书被印刷了11个版本。沃伦在书中分析了大量与这个天堂有关的口头传说和故事。据他所言，这些消息都来自于北极区一些古老而美妙的地方。更惊人的是，最近有可靠报告显示，许多 UFO 实际上都是从地球北极下面的一个巨大洞穴中出现的。这些奇怪的现象让人不禁思考，北极究竟是什么样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地方？你知道吗？16世纪的地图制图大师莫卡托可是精通天文、数学和地理的才子哦。他出生于现今的比利时安特卫普附近，后来在鲁万大学读书，1552年移居德国的杜伊斯堡，然后在1595年，他制作了一幅超神奇的北极圈地图。在这张地图上，有一个超巨大的大陆位于北极，被深深的河流分割成4个区域，四周还有个圆形海域，里面有冰山。你问这个大陆是从哪冒出来的呢？其实，当时没有北极地区的资讯可查。莫卡托的海图是依据古代海图绘制的，其中一个海图在他1580年的信中曾提到过，上面有一个大陆位于北冰洋中心，地图上还画了一些漂浮的冰。长久以来，人们都以为莫卡托绘制错误了，因为在地球表面上找不到这块大陆。但是，人们研究后发觉，莫卡托北极圈地图中的这块大陆，实际位于地表的背面，也就是地球的内部，而那画有冰山的圆形海域正是北极开口的海域，从这里可进入地球内部的秘境。事实上，早在19世纪初，就有人冒险进去了呢。1908年，一位美国作家 Willis Schwartz Emerson 出版了一本名叫《The Smoky God》的书，讲述了一位挪威人欧拉弗·杰森和他的老爸如何从北极进入地球内部。听说那里有个比我们的太阳小一点的太阳，并且住着身高12英尺以上的巨人。网上也能找到这本书的原文，有兴趣的搜查官们可以去找来看看哦。1811年10月27日，一个男孩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个叫尤利波尔小镇。这个男孩就是欧拉弗，他的家在斯德哥尔摩，父母经常到波德尼亚湾一带去打鱼。1829年4月，欧拉弗的老爸杰森决定带着儿子一同出海探险去，在海上度过了平静的2个月。到了6月23日，他们抵达了斯匹茨卑尔根岛。这个岛屿是挪威斯维尔巴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它就靠近北极哦。可是，当他们从斯匹茨卑尔根岛出发，继续向北航行了好几天后，却发现了什么？暖风和暖流。他们感觉气候变得比从挪威出发时还温暖。杰斯老爸可是个北欧神话的超级迷，常常跟欧拉弗讲述北欧神话中诸神居住在北方源头之外的极乐之地的传说。这个信仰激发了这对父子继续向前探险的热情。他们想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欧拉弗和他的老爸杰斯在海上冒险，他们遇到了风暴、雾气和巨大的冰山。像真正的海盗一样，他们勇敢地穿过了每个危险。然而当他们航行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岛附近时，他们看到了一些超级奇怪的事情。有大量漂浮的树干，就像是某个巨人长大了森林，树木飘到了这里。他们继续向北航行，却发现气温越来越温暖，感觉像是向南航行，但他们的罗盘却指向北方。这时，欧拉弗发现溅到身上的水居然是淡水。他们在一条大河的入海口，看来他们已经穿过了北极的巨大入口，进入了地球的内部。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圆形太阳，它的外观古铜色，绿油油的，就像是一个神秘的星体，不是太阳也不是反射，真是超级神奇。杰斯看得出来，他们现在在地球内部，估计地壳的厚度超过500公里。这个大球只是一个薄薄的外壳，里面还有更多神秘的东西等着他们去发掘。这父子俩继续深入地球内部，水路尽头尽是茂密森林，到处都是诱人的坚果。就在那年9月上旬，他们碰上一艘怪异的大船，船上还有6位友善的巨人。这些巨人高大威猛，一站直竟能比欧拉弗父子还高，连腰部都达不到。他们邀请欧拉弗父子到他们的国度待了整整2年，享受到无数款待。
地底世界的动植物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些小家伙，变得又大又壮，巨树高达250到300米，树干直径可达30米，葡萄甚至有着苹果般的巨大。巨龟长达7到10米，宽4米半到6米，身高2米，比我们在地面上见过的龟还大。巨象更是惊人的长达30米，高达22米。大鸟的翅膀展开有10米，蛋的大小更是达到了2英尺长，直径1英尺多。地底巨人的寿命可不短，平均能活600岁到800岁。男性在75岁到100岁左右会结婚，女性的结婚年龄稍小一些。黄金在这个世界中是最常见的金属之一，被广泛的用于各种装饰。巨人们的科技非常发达，不仅有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还有可以水陆两用的船只，还能使用电磁能操纵飞行器。他们甚至可以进行远距离的思想交流，真是让人惊叹不已啊！你知道吗？地球内部比你想的还要有趣呢。根据欧拉福父子的经验，地球内部大约3/4都是陆地，剩下的1/4才是水哦。这里还有很多河流，有些河流甚至有30英里那么宽。而且你知道吗？据欧拉福所说，地球内部的南北两极都非常冷，有超级大的淡水冰山，这些冰山还会从水路流出，成为地表南北两极的大冰山呢。时间过了2年，欧拉福父子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巨人的国度，回到自己的家。巨人们警告他们回家路途危险，可是欧拉福父子的决心坚定，他们坚持要离开。于是巨人们帮他们备好了必要的用品，欧拉福父子便告别巨人，开始了充满艰辛的旅程。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要从南极出发，因为南极夏季正式开始，天气比较容易预测。然而可怜的父亲杰斯在这条危险的海上路途中，意外死于恶浪之中，让欧拉福心痛不已。就在他以为自己也要成为大海的牺牲品时，他被一艘捕鲸船救了起来。但他的命运似乎还没有安全到达终点，因为他向捕鲸船长安格斯·麦克弗森说自己的经历时，被当成疯子关了起来。最终，他只能表现正常，才得以重获自由。欧拉福用了长达4年8个月的时间，才终于回到斯德哥尔摩。他来到亲叔叔面前，激动地讲述自己离奇的经历，但这位叔叔却不仅不相信，还把他送进疯人院关了28年。直到叔叔死后，他才终于获得自由。为了避免再次被当成疯子，欧拉福移民到美国，并希望他的自述书《The Smoky God》能在他去世后再次出版，不要让他的故事被埋没在历史的灰烬中。听完了今天的故事，对于地球内是否存在着一个天堂般的国度，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分享讨论。另外，各位搜查官们若收集到了一些新事证，或听闻任何新的谜团，请留言告诉我，我将尽快出具鉴定报告给各位。谢谢大家。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各种神秘未解之谜、奇异事件，请帮我按赞、分享，并且订阅我的频道。我将继续为各位搜查官们鉴定各种各样的神秘事件。最后，如果不想错过我的鉴定结果，请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的谜样惊奇。祝福帮我按赞、分享及订阅的搜查官们，在这充满未知和神秘的世界中，发现自己独特的意义和目的。我们下次见，拜拜。